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。高雄的夜晚总是热闹非凡，霓虹灯闪烁，街道上人声鼎沸。年轻的摄影师阿俊拎着他的摄影器材，兴冲冲地走进高雄85大楼。这次他计划在这里住一晚，拍摄大楼高层俯瞰的城市夜景，为他的摄影展增添一幅震撼的作品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电梯的门在他面前缓缓合上，阿俊按下了60层的按钮。电梯启动后，冷冷的金属内壁映出他略显疲惫的脸庞。正当他低头检查相机设备时，耳边隐约传来一阵低语，像是一个模糊的声音在说：“别去高层。”阿俊猛地抬头，环顾四周，电梯里空无一人。他皱了皱眉，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能是错觉吧。”但心底还是泛起一丝不安。电梯运行的并不顺利，楼层数字明明已经跳到60，但却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往上攀升。阿俊心里一紧，连忙按下开门按钮，但电梯毫无反应，最终停在了66层。奇怪，我明明没按这个楼层。阿俊喃喃自语。门缓缓打开，外面是一片昏暗的走廊，只有几盏强灯散发出微弱的黄色光芒，地板上隐约有些水渍，像是刚被人拖过。走廊深处似乎有什么在轻轻晃动，但距离太远，看不清楚。这不是我的楼层。阿俊心里警铃大作，连忙按下关门键。电梯门在即将合上的瞬间，他的余光捕捉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从走廊尽头一闪而过。回到60层，阿俊长舒了一口气，走向自己的房间。他掏出门卡，刷开房门，迎面而来的冷气让他稍微放松了一些。房间装修得十分现代化，落地窗外是一片璀璨的城市夜景。他拉开窗帘，准备好设备，调整相机角度，开始拍摄。就在他专注于构图时，玻璃窗的反光里突然出现了一团模糊的黑影，像是一个漂浮的身影。阿俊愣住了，转身看向窗外，却什么也没有。可能是光影的错觉吧，他低声嘀咕，继续调整相机。然而当他重新抬起相机时，镜头中那团黑影变得更加清晰，似乎有一个人影正悬浮在对面大楼的窗户外，直勾勾地注视着他。一阵莫名的寒意爬上他的脊背。阿俊放下相机，试图用肉眼去寻找那个身影，却发现对面大楼的窗户全都漆黑一片，仿佛空无一人。窗外的风声忽然变得尖锐，像是一种低沉的哭泣声。阿俊关上窗帘，强迫自己不去多想，打开电视试图缓解心中的不安。然而电视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画面定格在一个模糊的黑白影像上，仿佛有一个人影正慢慢朝镜头靠近。阿俊猛地关掉电视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寂静，只有他急促的呼吸声回荡在空中。只是太累了，别自己吓自己。他试图用理智压下恐惧，但潜意识里却隐隐觉得这一夜恐怕不会平静。午夜时分，阿俊的房间里静得出奇，只有相机的快门声偶尔打破沉寂。他拍下了一张张城市夜景，却总觉得心里有些发毛。为了排解不安，他决定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些零食和咖啡提神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阿俊走了进去，按下了大堂的按钮。电梯开始平稳下降，但不知为何，到了30层时，突然一阵轻微的震动，电梯停了下来。不会吧，真碰上故障了？阿俊皱起眉头，正准备按下求助按钮，电梯门却自己缓缓打开。外面是一个和66层类似的昏暗走廊，灯光忽明忽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阿俊探头望了望，发现走廊尽头隐约有一扇半开的门，门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晃动。这不会是又出问题了吧？他嘀咕着，按下了关门按钮。可奇怪的是，电梯门却纹丝不动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样。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走廊深处传来，逐渐靠近。阿俊心跳加速，死死盯着那扇半开的门。一个模糊的黑影从门后探出头来，隐约是一个人形，但轮廓模糊不清。有人吗？阿俊试探性地喊了一句，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，但没有人回应。黑影停顿了一下，接着慢慢地向他靠近。阿俊心里一阵发慌，连忙疯狂按着电梯的按钮，
终于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在门完全闭合的瞬间，他听到了一声低沉的笑声，像是从黑影的方向传来的。电梯继续下降，但阿俊的手心已经满是冷汗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，突然发现鞋子上沾了几滴水渍。他皱起眉头，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。大堂的灯光让阿俊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他走进便利店，买了一些零食和一罐热咖啡。店员是个看上去40-50岁的中年男子，脸色有些苍白。阿俊忍不住问，刚才66层是不是有人住？我好像看到有人在那儿活动。店员抬起头，表情有些僵硬。先生，66层早就没人住了，那一层之前发生过事故，现在是封闭状态。事故？阿俊一愣，店员似乎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压低声音说，听说是大楼建造的时候，有个工人掉下去摔死了，死得很惨。后来那一层就经常闹一些奇怪的事，住过的人不是搬走了，就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脸上的神情却说明了一切。阿俊强笑了一下，假装不在意的转身离开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回到房间后，阿俊打开了相机，准备整理刚才拍下的照片。他翻到一张俯拍的夜景时，突然发现画面中多了一个模糊的黑影，正漂浮在对面大楼的窗户外。这怎么可能？阿俊将照片放大，黑影的轮廓逐渐清晰，那分明是一张苍白的脸，双眼空洞，嘴角似乎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冷风从窗缝里渗进来，吹得窗帘微微晃动。阿俊猛地回头，窗帘的阴影里似乎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正站在那里。他屏住呼吸，慢慢靠近窗帘，用颤抖的手拉开衣角。窗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城市的万家灯火。可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瞬间，镜子里却映出了那个熟悉的黑影，正站在他身后。阿俊猛地转身，背后空无一物，但他的心跳却如擂鼓一般。他意识到今晚的事情也没有结束，而他可能已经被某种东西盯上了。阿俊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决定彻底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开始在房间里翻找，试图寻找蛛丝马迹，却发现自己的思绪逐渐变得混乱。每当他停下动作，耳边似乎总能听到低低的喃喃声，像是有人在说，你逃不掉的。他再次打开相机，翻看照片。这次他发现不止一张照片中出现了那个黑影，而且黑影的距离似乎在逐渐靠近，从一开始漂浮在对面大楼，到后来隐约出现在他房间窗外。最后一张照片里，那张苍白的脸已经贴在玻璃上，双眼直直盯着镜头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阿俊喃喃道，额头冒出冷汗。他猛地关掉相机，却发现屏幕上仍然显示着那张照片，无论他怎么按按钮，画面始终无法消失。突然，房间的灯光闪烁起来，接着彻底熄灭。阿俊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，他连忙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四处照射。就在光束扫过房门时，他看到门缝下缓缓渗出一滩黑色的液体，像是某种粘稠的血迹。阿俊后退几步，靠在墙上，心跳快得几乎要炸裂。他颤抖着掏出手机，拨打了大楼前台的电话。但电话刚接通，里面却传来一阵刺耳的杂音，接着是一声低沉的笑声。你以为能逃得掉？这声音让阿俊全身僵硬，他的手一抖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用力撞击。阿俊的理智几乎崩溃，他决定逃出这间房间，不管外面是什么，他都不能待在这里。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房门，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走廊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但当他转身准备开门时，猫眼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空洞的眼睛，正死死地盯着他。阿俊被吓得踉跄后退，撞到了桌角，疼得他一阵龇牙咧嘴。他咬紧牙关，猛地拉开房门冲了出去。外面的走廊冷得像冰窖，每一步都回荡着沉闷的回声。他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地跑，耳边似乎有拖着脚镣的声音越来越近。他跑到电梯口，疯狂按下按钮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他一头冲了进去。可就在门即将合上的瞬间，一只苍白的手从门缝中伸了进来，死死地按住了门。阿俊尖叫着后退，
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，屏幕亮起，正好照出门口的景象。那是一张扭曲的人脸，眼睛空洞，嘴角裂开到耳根，露出一排尖利的牙齿。电梯门最终关上，阿俊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拨了进来。他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放过你吗？谁？你是谁？阿俊几乎崩溃地喊道：因为你父亲欠了他们的命。对方的声音冰冷刺骨。阿俊愣住了，他的父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大脑一片混乱，试图回想父亲生前是否和这栋大楼有什么关系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那头继续说道：去天台吧，真相在那里等着你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阿俊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到了天台层。他想拒绝，但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着他迈出了电梯。天台的风很大，吹得他几乎站不稳。在天台的中央，一个模糊的黑影站在那里，似乎在等着他。阿俊一步步靠近，黑影渐渐变得清晰。那竟是一个满身是血的工人模样的人，头部严重变形，眼神中充满怨恨。你父亲当年是这里的负责人，为了赶工期，牺牲了我们的命。黑影的声音如同刀子划过玻璃，带着刺骨的怨气。阿俊呆若木鸡，他从未听说过父亲的这些事。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来的。黑影冷笑一声：你们一家人都欠了我一条命，现在是你偿还的时候了。风声骤然变大，阿俊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推向天台边缘。他拼命挣扎，试图抓住什么，却发现脚下的地面开始变得虚幻，像是要将他吞噬。就在他快要掉下去的瞬间，他大喊：对不起，我会替你们昭雪，求你放过我。黑影停顿了一下，冷冷地说道：记住你的承诺，否则我会回来找你。下一秒，阿俊感觉身体一轻，猛地跌坐在地上，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房间里。窗外的天已经微微亮了，但他的心却依然被恐惧笼罩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房间。阿俊坐在床上，满头冷汗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昨夜的经历。他试图说服自己，那一切可能只是因为过度疲劳导致的幻觉。可是当他拿起相机查看照片时，那张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影依然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，仿佛在无声地嘲笑他的自欺欺人。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阿俊收拾好东西，匆匆退了发。他没有搭电梯，而是选择走楼梯，害怕再次遇到电梯里那些诡异的事情。然而楼梯间的气氛同样压抑，墙上的灯光昏暗且闪烁不定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未知的深渊上。当他走到大堂时，昨晚的便利店店员正站在柜台后，看到阿俊脸色苍白的模样，主动开口问道：先生，你没事吧？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阿俊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问道：你昨晚说的那件事，那位工人的事情，能再告诉我一些细节吗？店员四下张望了一下，压低声音说道：其实我也只是听说当时那位工人是被强迫加班，结果安全措施没做好，从天台摔了下去，死后怨气很重。后来这里总是出事，住客也总说看到奇怪的东西。阿俊沉默了片刻，又问：我父亲是不是和这栋楼有关系？店员愣了一下，随后恍然大悟：你是张工的儿子。听到父亲的名字，阿俊心里一沉，他点了点头。店员叹了口气：你父亲是这栋大楼的工程负责人，当年出了那件事后，他好像一直很自责，后来就辞职了。可我听说他走之前曾经隐瞒了一些事情。隐瞒什么？阿俊追问道。店员摇了摇头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有人说那个工人的家属来找过你父亲，但后来就没再出现过。这番话让阿俊的心情更加沉重。他回到车上，发动车子准备离开，却发现后视镜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。他猛地回头，后座空无一人。是我太敏感了，阿俊自我安慰道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驶离了高雄85大楼，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会踏入这里一步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回到家后，阿俊打开电脑，将相机里的照片导入。他
他原本打算删除那些诡异的照片，可奇怪的是，无论他怎么操作，那些照片都无法删除。每次点击删除按钮，屏幕上都会跳出一行字：真相不能被抹去。阿俊的心跳如鼓，他开始怀疑这件事和父亲有更深的关联。他翻出父亲留下的旧物，试图找到一些线索。最终，他在一个老旧的文件夹里发现了一份当年的工程报告，上面详细记录了高雄85大楼的建造过程。报告的最后一页被人撕掉了一半，但残留的文字却让阿俊感到不寒而栗。事故发生后，工地封锁3天，为了赶工，决定后面的字迹已经模糊，但赶工2个字格外刺眼。父亲到底做了什么？阿俊喃喃自语。他继续翻找，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群工人合影，他们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，但阿俊却注意到，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人脸模糊不清，仿佛被什么东西遮挡了一样。阿俊拿起照片仔细端详，突然，照片上的人影似乎动了一下，他吓得将照片扔在地上，照片却自行滑到了他的脚边，仿佛在无声地逼迫他面对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的灯光忽然闪烁起来，桌上的电脑屏幕自动亮起，显示出一行血红色的字：你必须完成他的遗愿。阿俊的身体僵住了，他意识到，无论他怎么逃避，这件事都不会轻易结束。他必须找到真相，解开父亲留下的秘密，才能摆脱这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阿俊拿起那张泛黄的照片，心里翻涌着不安。他将照片加进笔记本，决定从父亲生前的同事和朋友入手，试图拼凑出真相的完整图景。他首先联系了父亲的老友林叔。林叔曾是高雄85大楼的工程副手。电话接通后，林叔的声音显得有些迟疑。阿俊，你怎么突然问起你爸的事？阿俊直言不讳。林叔，我在85大楼遇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，我觉得和我爸当年的工作有关。你知道什么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林叔低声说道：阿俊，这件事最好别查了，知道的越多，对你越危险。林叔，我已经被卷进去了，昨晚我差点死在那栋楼里。阿俊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。林叔叹了口气，最终松口：好吧，既然你都知道了这么多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些。我爸当年确实在大楼出事后隐瞒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阿俊追问。那是一个意外，也是一次错误。林叔的声音变得低沉。当时为了赶工，你爸决定无视一些安全隐患。那个工人王建国摔下去后并没有立刻死亡，他挣扎了几个小时，但没人敢去救，因为你爸下令封锁了现场。阿俊的胸口一阵紧缩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封锁？因为那时候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林叔的语气带着隐隐的恐惧。地下深处挖出了一个古老的祭坛，上面刻满了看不懂的符号。有人说那是风水禁地，不该触碰，可你爸不信邪，坚持继续施工。王建国摔下去的位置正好就是祭坛的正上方。阿俊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严肃的面孔，他从未想过父亲会和这些超自然的事情扯上关系。后来呢？他艰难地问道。后来，那一层楼的施工就变得怪事连连，工具莫名失灵，工人们频繁受伤，直到王建国出事后，事情才彻底失控。你爸为了保住工程进度，隐瞒了真相，还试图用一些传统仪式来安抚那些东西，但显然没用。林叔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。我听说，王建国死后，他的怨气一直困在那栋楼里，他的家人也失踪了，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阿俊握紧拳头，眼眶发热。他终于明白，父亲辞职后为何变得沉默寡言，那是愧疚和恐惧在折磨着他。林叔，那祭坛呢？他还在吗？没人知道。有人说被封了起来，有人说他还在地下深处。你如果真的想解开这个诅咒，可能得找到祭坛，把事情做个了结。挂断电话后，阿俊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他打开地图，查找高雄85大楼的地下结构，发现大楼下方确实有一片废弃的地下室区域，
原本是用于设备存放，但后来因为事故频发而被彻底封锁，看来只能亲自去一趟了。阿俊低声说道。他将手电筒、绳索和一把防身的小刀装进背包，带着复杂的情绪再次驱车前往高雄85大楼。夜幕降临，阿俊再次站在85大楼的入口，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决心。他找到一名夜班保安，用几句谎言骗过了对方，顺利进入了地下室的入口。地下室的空气潮湿而阴冷，墙壁上长满了青苔，灯光昏暗的几乎看不清路。阿俊打开手电筒，光束在狭窄的通道中摇曳，投射出诡异的影子。他沿着地图的指引，一步步深入地下。途中，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像是低语，又像是风吹过破旧管道的声音。他告诉自己不要回头，但心中的恐惧却像毒蛇般缠绕着他。终于，他来到了一扇生锈的铁门前，门上挂着一把破旧的锁，但奇怪的是，锁似乎已经被人强行撬开了。他推开门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宽敞的空间，中央摆放着一个破败的石质祭坛，祭坛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。阿俊的手电筒光扫过祭坛，突然，他的耳边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叹息：“你来了。”他猛地转身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可就在下一秒，祭坛上的符号开始发出微弱的红光，整个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。阿俊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耳边的低语声越来越清晰：“你们欠下的债必须偿还。”他紧紧握住手电筒，咬牙说道：“我不是来害你们的，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”红光逐渐变得刺眼，空气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正是王建国。他的脸满是鲜血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恨。“你的父亲毁了我的一切。”王建国的声音像雷鸣一般回荡在房间里。“现在你必须替他偿还。”阿俊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压倒在地，呼吸变得困难。他挣扎着喊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愿意帮你，但请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王建国的身影停顿了一下，怨恨的目光中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低声说道：“打开祭坛，让真相重见天日。”阿俊艰难地站起来，走向祭坛。他伸出颤抖的手，触碰到了祭坛中央的一个凸起的石块。